女孩只是滴了一次促销时买的眼药水，等到再次回过神来，竟发现旁边的同学全都在呆愣地看着自己。起初她以为是脸上有什么脏东西，不成想打开手机一照，却正好与后面的人来了个对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现在自己好像已经成为了班里的焦点。而更令她感到难受的是，这些人不仅一言不发，甚至连表情都没有。因此无法忍受目光的信奈只得选择逃离。可伴随着他来到走廊，周围所有行人的目光也再次落到了他的身上。面对这离谱的现象，不解的信奈便鼓起勇气找了2个路人，想问问对方到底在瞅什么。可2人却矢口否认，表示自己根本就没看信奈。此话一出，女孩更加崩溃，因为如果他们说的是实话，那自己眼前的景象又该怎么解释？只见2个学生妹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自拍，但他们的眼睛却还是在盯着信奈。再比如这对母子，明明在做这么危险的动作，可却没有将视线放在对方身上。等到晚上回到家里，回想着白天的种种，郁闷的他便打开了电视，想分散下注意。可令他绝望的是，就连电视上的男女主角似乎都在看着自己。这离谱的画面让信奈差点呛到，于是只能关掉了电视。等到时间来到第2天，不想再被看的他便用手搭了个小帐篷，可碍于视线受阻，竟意外撞到了一位男孩身上，于是只能狼狈地赶忙道歉。然而也就在他扭头离开的时候，却发现了不对，因为他刚才居然没有盯着自己。为了弄清为什么他能把视线从自己身上移开，信奈便赶忙追了上去。可碍于太过着急，一不小心竟闯进了男厕所。这时男生让信奈先去食堂等他。でも、なんで僕に声かけたの？あなただけ私から視線を外したんです。听到这话的男孩拿出了个同样的眼药水放在桌上，表示之所以信奈觉得所有人都在看他，完全是因为这款眼药水的功效，因为它可以帮助使用者独占所有人的视线。但事实上也仅仅只是自我感觉，其实他们依旧在看着自己该看的地方，只不过在用了这个眼药水之后的3个小时内，会让人产生自己被他人关注的错觉。而且如果同样是眼药水的使用者，在他的视角里，别人会将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可到了信奈那里，他也会有相同的感觉。闻言，信奈有些无语，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发明这么无聊的东西。可男生却解释说，因为从小就有人无法受到关注，所以内心也会比正常人更渴望接收到别人的视线，而这款眼药水则正是为了这个才被发明出来。即便这一切都是幻想，也同样可以让人体验到那种成为焦点的感觉。谈话间，男孩的手机闹铃响了，意识到3个小时已过，于是便立马拿出药水滴了一下，称自己一直都有个当歌星的梦想，但一直苦于没有名气，所以每次在登台唱歌之前，他都会滴一滴这种眼药水，这才会找到那份自信。说到这的男孩询问信奈，想必他也有类似的时候吧，那种迫切想被某人注意的感觉。虽然他没有回答，但男孩的话还是戳到了信奈心里。的确，他也有个想要关注自己的人，而那个人正是他的母亲。原来就在小的时候，由于姐姐香织太过优秀，所以母亲的目光几乎都停留在姐姐身上，这让年幼的信奈感受到了被冷落的滋味。于是为了证明自己也能成为母亲的骄傲，他便主动呼唤了对方，然后在单杠上做了个很难的动作。可也就在母亲一脸慈爱地看着信奈的成长时，身后的姐姐却突然从高处掉了下来。等到母亲再次回头看去，这才看到香织的头上已经涌出大量鲜血。这一刻，所有人都被吓得愣在了原地，站在一旁的信奈更是不知所措。直到母亲再次回头，他才从母亲的眼神中读出了愤怒，因为那双眼就好似在说，都怪信奈叫自己，所以才让母亲的视线从姐姐身上移开。而这也是记忆中母亲最后一次正视他。打从姐姐死后，母亲便再也没有用正眼看过信奈，随之而来的是交流越来越少。明明是同住一个房子的母女，但看起来就形同陌生人一样。回忆到这的信奈心里清楚，母亲可能永远都不会原谅他那天的过错，于是便坚定地拿出了那款眼药水，因为他觉得自己要是不这么做，可能这辈子都无法受到母亲的关注。お魚しかないけどいい？看到这一幕的信奈笑着点了点头，因为他的心里在想，可能真的如那个男生所说，自己总会有用到这款眼药水的时候。而也正是从那天之后，知道了眼药水功效的他每天都会使用几次，期间也开始慢慢适应了成为焦点的感觉。而当面对母亲时，他也总会忍不住露出幸福的微笑，甚至还像那个男生一样专门定了个闹钟，因为他的心里清楚，就算一切都是幻象，那又怎样？只要此刻自己能感觉到幸福，那就够了。明日面接なんだ。まあそんなに大きくない会社だけど。頑張って。お母さん。这一次的母亲竟然露出了微笑，眼药水的药效实在是太强大了。而当又一次的碰到之前那个男孩，信奈立马跑上前不停的道谢，因为要不是他的解释，自己可能早就将要扔了。怎奈听到这话的男孩却没有露出高兴的表情，反而是带着信奈来到了间没人的教室，紧接着便称希望能买下他手里的眼药水，称自己的那瓶已经用完了。周りの人から見られるの。最初はびっくりしてでも拓磨さんの言ってることどんどん分かってきて。確かに人に見てもらえるって幸せなことだなって。なんとか一
譲ってもらえないだろうか。听到这话的信奈说再买瓶新的不就行了？但其实他已经又一次的登录过了那个网址，购买眼药水的网店早就已经消失了，现在根本没有地方能买到同款。说到这的他干脆跪了下来，但现在信奈也已经离不开这款药水，所以只能拒绝了男孩。而见到信奈不肯，男孩便索性直接开枪，还好被路过的同学发现，所以信奈这才得以逃脱。目薬使い切って誰も自分のこと見てくんなくなった時同じ思いする。看着男人癫狂的表情，信奈不断的猜想，难道自己也会变成这样吗？回到家里，母亲做了一桌子丰盛的晚餐，可信奈却无暇顾及，因为他现在满脑子都是男生白天说过的话。这时闹钟突然响起，于是为了能继续维持与母亲的状态，他便想要再一次的滴下眼药水。可不成想，由于白天与男生的抢夺，此刻的眼药瓶竟然已经碎掉。想着好不容易重建起来的关系，难道又将因为眼药水的破裂而再次跌入深渊吗？此刻的信奈终于理解了那个男生最后说过的话。耐えられないほど辛い現実が襲ってくんだよ。もう終わり。見てくれない。どうしたの？伴随着信奈缓缓的转身，他也惊讶的发现，即使药效已经过去，母亲却依然一脸担心的看着他。可他还是不明白，明明自己已经把所有人的生活都搞砸了，为什么还能得到母亲的目光？如果不是自己当时非要叫母亲，非要急于表现自己，那么也就不会害死姐姐，也就不会害母亲跟父亲离婚。悪いのは私だって分かってた。私バカだし、どんくさいし、面接だって一つも受かんないし。なのになんで私のこと見てくれるの？这时母亲告诉他，该道歉的其实应该是自己，因为自从香织走后，他也有些混乱，所以这才在无形中冷落了信奈。他本以为因为冷落过信奈，所以自己永远都不会得到原谅，以至于到后来都不敢直视信奈的眼睛。听到这话的女儿这才知道，原来母亲并不是在记恨自己，而是认为是自己的不负责害了2个孩子。可是最近他发现信奈又露出了笑容，所以他便想着是不是女儿不再怪自己了。お母さん。至此，两人相隔10多年的误会终于解除，而信奈也终于理解，原来就算是没有眼药水，他也永远都是母亲眼里那个最值得关注的存在。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这时的信奈已经不再需要眼药水的帮助。然而也就在他以为自己的生活终于回归了正轨时，一次面试的路上，他惊讶地发现所有人居然又开始统一地看向自己。等到下意识地回头，这才看到一把刀已经来到了自己面前，正是之前的男人。只不过相较于上次的畅谈，这次的他勒住了信奈的脖子，显然已经是一副癫狂的样子。これで手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目薬なんかが作り出した虚構ではない本当の視線を